人类有没有可能通过进化，让我们的身体适应太空的环境？请注意，本助眠视频耗时0.1秒制作，时长50分钟。你可以点赞收藏，盖好被子睡觉了。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太空是什么样的？很多人会说，太空是真空的，是寂静的，是寒冷的。这些都没错，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事实：太空并不是真的空。在看似空旷的宇宙空间中，每时每刻都有无数高能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梭，它们就像无数把看不见的利剑，随时准备刺穿任何胆敢暴露在它们面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太空根本不是海洋的延伸，不是生命的下一个摇篮，它是宇宙最残酷的生物过滤器，每一天都在进行着无差别的淘汰。它不是欢迎你，而是根本不在乎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这样一个对生命如此敌意的宇宙中，我们这具在地球上进化了40亿年的身体究竟能做什么？第一章，太空宇宙最残酷的生物过滤器。当你终于踏出分期100年新买的宇宙飞船的第一步，暴露在真正的太空环境中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首先迎接你的是无处不在的宇宙辐射。我们生活的地球表面有一个叫做磁层的保护罩，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盾牌，把绝大多数有害的宇宙射线挡在了外面。地球的大气层更是进一步过滤掉了剩余的辐射，让我们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不必担心被高能粒子击中。可以说，地球上的生命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从未真正暴露在宇宙辐射的直接轰击之下。但太空不同，在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轨道上，在前往月球或火星的旅途中，你将失去这层保护。根据科学家的测量，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每天承受的辐射量大约是地面上的250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每秒每平方米的身体面积都要承受数百万颗高能粒子的轰击。这些粒子包括质子、中子、伽马射线，它们会像无数微小的子弹一样，轻易地穿透你的皮肤，进入你的细胞，破坏你的 DNA。 想象一下，你同时被数千枚核弹轰炸，不是爆炸的冲击波，而是辐射本身。这种辐射强度足以在短时间内杀死任何一个未经保护的地球生命。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糟糕了，那么让我告诉你，这还只是开始。太空中的温度同样是生命难以承受的极限。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温度可以上升到摄氏120度以上，足以把金属烤得滚烫。但一旦进入阴影区域，温度会急剧下降到零下270度，接近绝对0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身体暴露在太空中，你会同时经历400度的温差。想象一下，你的身体一部分被放进沸腾的油锅，另一部分被放进冰窖。这种极端的温度变化会在瞬间摧毁任何有机组织的结构。你可能会说，我可以穿航天服啊。没错，航天服确实能够保护我们，但它就像一个极其昂贵且笨重的皮肤，它需要维持一个恒定的气压，需要提供氧气，需要调节温度，需要阻挡辐射。它的设计极其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
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航天员们在地面需要经过数年严格的训练，才能在太空环境中安全地工作，而这还仅仅是在距离地球不远的轨道上。一旦我们需要走出更远的深空，面临的挑战将呈指数级增长。现在让我们谈谈真空。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大气压约为101.325千帕，这个压力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实际上非常强大。它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公斤的重量。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内部也有相同的压力，两者相互抵消，达到了平衡。但在太空中，大气压几乎为零。当你暴露在真空中时，你身体内部的压力瞬间变得无法平衡。首先，你的肺部空气会急剧膨胀，体积可能瞬间增大400倍。这种膨胀会撕裂你的肺泡，导致严重的内伤。更可怕的是，由于外界压力为零，你身体内的所有液体、血液、淋巴液、细胞液都会开始沸腾。是的，你没有听错，液体在真空中会沸腾，因为沸点随着压力降低而降低。你的血液会变成气泡，血管会膨胀破裂。这就是为什么暴露在真空中的人会在短短15秒内失去意识，几分钟内死亡。你可能会说，15秒的时间，我可以屏住呼吸啊。没用，因为当外部压力为零时，你屏住呼吸，只会让肺部承受更大的压力，伤害更加严重。事实上 ，NASA 的医学研究表明，在真空暴露的前10到15秒内，由于氧气仍然存在于血液中，你可能还会有意识，但你会体验到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你的皮肤会膨胀，你的眼睛会突出，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看不见的力量撕扯。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那么让我们聊聊微重力。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在1G的重力环境下进化而来的。我们的骨骼、肌肉、心血管系统都是为了抵抗这种重力而设计的。我们的骨骼每天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旧的骨组织被吸收，新的骨组织形成。这个过程维持着骨骼的健康和强度。但当我们进入太空，失去了地球重力的牵引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微重力环境中，骨骼不再需要承受重量，于是身体会认为不需要那么多骨骼了。结果就是骨骼中的钙质开始流失，骨密度以每月约2%的速度下降。肌肉同样如此，在地球上，你的腿部肌肉每天都在对抗重力，保持你的站立和行走。但在太空中，肌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它们开始萎缩，以每周约5%的速度退化。如果你在太空待上几个月，返回地面时，你的骨骼可能已经变得像老年人一样脆弱，你的肌肉可能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行走。这就是宇航员们为什么每天必须在空间站上进行数小时的锻炼，试图用人工重力来延缓这种退化。但即便如此，这些措施也只能减缓退化，并不能完全阻止。所以你看，太空环境对地球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全方位的绞杀机器。辐射、温度、真空、微重力，每一个因素都在试图杀死你，而且它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同时发挥作用，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死亡组合。这就是宇宙给所有试图踏出地球的生命颁发的准入考试。
而这道题的难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这具血肉之躯的承受能力。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宏观的宇宙环境转向我们自身，让我们来看看这具在地球上进化了40亿年的完美作品，在太空面前究竟有多么脆弱。第2章，人类身体的太空脆弱性。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界最复杂、最精密的系统之一，它由数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分工明确，协作无间。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你体内进行着一场永不停歇的交响乐。你的心脏每天跳动约10万次，蹦出5000多升血液，为每一个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你的肺部每天呼吸约2万次，吸入的空气量足以充满一个篮球场。你的免疫系统每秒都在识别和消灭潜在的威胁，保护你免受疾病和感染的侵害。你的大脑每秒处理着数十亿条信息，让你能够思考、感受、创造、梦想。这套系统是40亿年进化的杰作，它是地球这个襁褓里最完美的作品。但问题在于，这个完美是有限定条件的，它只适用于地球的环境。一旦离开这个襁褓，哪怕只是走出一点点，我们的身体就会暴露出令人震惊的脆弱。让我们从皮肤开始。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我们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第一道防线。在地球上，皮肤的任务是保护我们免受微生物的侵害，调节体温，防止水分流失。它是一道柔韧的屏障，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摩擦和冲击。但在太空中，这道屏障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你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暴露在太空中，你的皮肤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首先，由于外部压力为0，你皮肤下的液体会开始沸腾。是的，你皮肤表面的水分会变成蒸汽，导致皮肤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血管的破裂。在正常环境下，你皮肤下的毛细血管承受着来自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但在真空中，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血管会扩张，最终破裂。你会在皮肤表面看到大量的出血点，你的皮肤会变成紫红色，看起来就像严重烧伤的样子。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大约10秒。10秒后，你将因为血液循环系统的崩溃而死亡。现在，让我们看看眼睛。眼睛是人体最精细的器官之一，它由数十万个精密的光学元件组成，能够捕捉光线、聚焦图像、传递信号到大脑。但在太空中，眼睛会遭遇到一种极其诡异的命运。首先，由于眼球的液体和眼压的存在，眼球内部的压力与外部真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差。这种压差会导致眼球变形突出。更可怕的是，眼球内部的液体会开始沸腾。对，又是沸腾。当液体在你的眼球内部变成蒸汽时，你会产生一种难以描述的视觉体验。你可能会看到闪光，或者产生各种幻觉，因为视神经正在被物理性的破坏。科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光幻视。是的，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大脑也会产生闪光的感觉。这是因为高能粒子直接穿透了你的眼球，刺激了视网膜上的细胞。在地面上，由于地球大气层和磁层的保护，我们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在太空中，这种内部闪光会不断地出现，告诉你
有什么东西正在你的眼睛里搞破坏。现在，让我们谈谈最关键的部分，你的肺部。我们每天都在呼吸，却很少意识到，呼吸其实是地球上最普通也最奢侈的行为之一。我们的肺部通过气体交换，把空气中的氧气输送到血液中，同时排出二氧化碳。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数十亿个肺泡的精密协作。每一个肺泡都有一层极薄的细胞壁，让气体能够渗透过去。但在真空中，肺部会遭遇到致命的伤害。当你暴露在真空环境时，肺部的气体会瞬间膨胀。由于外部压力为零，肺部内部的空气会试图冲出去。这种扩张的力量足以撕裂肺泡和细支气管。即使你没有试图屏住呼吸，这种压力差也会导致肺部组织的物理性损伤。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恰恰在暴露于真空之前吸了一口气，肺部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伤害也会更加严重。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即使你被及时救回真空环境，你的肺部也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伤，可能会导致终身的呼吸问题。最后，让我们谈谈 DNA， 你身体的设计图纸。DNA 是我们身体中最重要的分子，它储存了构建和维持你身体所需的所有信息。每一个细胞中都有一条长达2米的 DNA 链，它们被紧密地折叠在细胞核中，指导着细胞的一切活动。这套系统已经在地球上演化了数十亿年，它极其精确，极少出错。但宇宙辐射可以轻易地破坏这套精密的系统。当高能粒子击中 DNA 分子时，它可能会打断 DNA 的双链结构，造成所谓的双链断裂。这种损伤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双链断裂意味着 DNA 的2条互补链都被打断，细胞很难修复这种损伤。如果修复失败，细胞可能会死亡或者发生癌变。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太空辐射环境中，宇航员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100倍以上。这不是因为辐射会立刻杀死你，而是因为它会缓慢地、持续地破坏你的细胞，增加你身体发生癌变的概率。除此之外，辐射还会导致其他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等等。这些损伤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殖系统，传递给后代，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种群的基因退化。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地球环境的完美产物，但这种完美是有限度的。当我们离开地球的保护伞，进入那充满敌意的宇宙空间时，我们的身体会瞬间从精密仪器变成易碎品。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皮肤、眼睛、肺部、DNA， 在太空环境中都不堪一击。这就是40亿年进化的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地球版本，但这个版本无法在宇宙的其他地方运行。那么，我们能否通过进化，让我们的身体适应太空呢？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第3章，进化的枷锁 DNA 的惰性。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进化吗？地球上的生命不是一直在进化吗？从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到恐龙，再到人类，生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进化，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太空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也是人类乐观精神的体现。但不幸的是，
当我们仔细分析进化的机制和宇宙环境的要求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自然进化可能永远无法让我们适应太空。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进化是怎么工作的。进化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不是一个生物想要变得更强大就能变得更强大的东西。进化本质上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随机突变提供了遗传的多样性，自然选择过滤掉了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剩下的个体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就是这样简单而又残酷的机制，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命。但这个过程有几个关键的特征，我们需要理解。第一，突变速率是非常缓慢的。我们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60个新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是随机发生的，可能是有害的、中性的，或者极少数是有益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有益突变的概率低于0.01%，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产生的有益突变可能只有不到1个。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想通过自然进化来获得某种新的能力，比如抗辐射能力，你需要等待非常长的时间。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需要经过无数代的筛选和积累。第二，自然选择需要一个梯度。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进化需要一个渐进的环境变化，让生物能够一步一步地适应。如果环境变化是剧烈的、致命的，那么不适应环境的个体会立刻死亡，没有机会传递基因。这样一来，整个物种可能会灭绝，而不是进化。这就是太空环境的可怕之处。对于人类来说，太空环境对身体的伤害是全有或全无的。要么你有足够的保护活下来，要么你没有立刻死。没有中间态，没有渐进的适应过程。一个没有抗辐射能力的人，在高辐射环境中会迅速死亡，而不是慢慢出现问题，等待自然选择来筛选。第三，种群规模是一个关键因素。进化需要足够的遗传多样性来提供选择的原材料。如果种群太小，基因多样性不足，进化就会变得极其缓慢，甚至陷入近亲繁殖的困境。考虑太空移民的初期场景，假设我们成功地在火星上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个人，这个小群体能够提供的基因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封闭的太空飞船或殖民地中，近亲繁殖的可能性很高，这会导致遗传疾病的增加，进一步削弱种群的适应能力。第四，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矛盾，适应太空可能需要改变生命的本质。我们现在的生命形式是基于碳和水的，我们需要氧气来呼吸，需要食物来提供能量，需要液态水来完成各种生物化学反应。这些都是地球环境留给我们的胎记，很难轻易改变。但太空环境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比如，如果我们想要抗辐射，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 DNA 修复机制，甚至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遗传物质。如果我们想要在真空中生存，我们可能需要一种能够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存活的生命形式。如果我们想要直接利用宇宙射线作为能量来源，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代谢系统。这些改变不是一点点的优化，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生命。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了。所以你看，
进化并不是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它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限制，有自己的惰性。40亿年的时间，它把我们塑造成了完美的地球生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再用40亿年，我们就能变成完美的太空生物。用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说，进化给你40亿年都调教不好的身体，你凭什么相信再给40亿年就能征服宇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希望，认命的永远待在地球这个襁褓中。进化虽然慢，但我们可以尝试人为的加速这个过程，甚至改写进化的规则。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如果我们强行进化，需要多少时间？第4章，如果强行进化，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们不再等待自然选择的缓慢进程，而是主动地、设计地来改造自己的身体，那么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也是许多科幻作品的灵感来源。如果我们能够像修改电脑程序一样修改自己的基因，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来适应太空，那该有多好！但让我们冷静下来，用科学的方式来推算一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首先，让我们从抗辐射能力说起。在地球上，有些生物已经发展出了惊人的抗辐射能力。最著名的例子是嗜热菌，它们生活在高温、高辐射的环境中，比如温泉或者核反应堆的冷却水中。这些生物有一种特殊的 DNA 修复机制，能够快速修复辐射造成的损伤。如果我们想要把这种能力移植到人类身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需要修改人类细胞的基因，让它们能够产生类似的修复蛋白。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让我们能够精确地修改 DNA 序列，但问题在于，这种修改需要多少代才能稳定地传递下去？假设我们每一代有足够的选择压力，让抗辐射的个体有更大的生存和繁殖机会，我们可能需要至少几千代，甚至几万代，才能让抗辐射成为人类种群的普遍特征。如果以人类每25年繁殖一代来计算，那就是25万年到250万年，这还是乐观的估计。而且，这只是抗辐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想要同时具备多种太空适应能力，比如抗辐射、耐真空、抗极端温度等等，那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水熊虫。水熊虫是一种微小的生物，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能够在沸水中生存，在绝对0度中冬眠，在辐射照射下不死，甚至能在真空中存活。它们之所以这么顽强，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叫做隐生的能力。当环境变得极端恶劣时，它们会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的新陈代谢几乎完全停止，从而躲过最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够把水熊虫的这种能力移植到人类身上，我们就能在真空中生存了。但这可能需要多长时间？同样，这涉及到大量的基因修改。水熊虫的基因组中有很大一部分基因的功能我们还不清楚，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基因，让人类拥有类似的能力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根据一些生物学家的估计，这可能需要100万到1000万年的进化时间。当然，这是在我们能够精确控制基因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使用人工选择，
基因工程等技术来加速这个过程，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但即便如此，我们谈论的也是至少数万年的时间尺度。现在，让我们考虑温度适应的问题。地球上有一种叫做极端微生物的生物，它们能够在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中生存。比如，有些细菌可以在摄氏100度以上的热泉中繁殖，有些生物可以在零下20度的冰层中存活。这些生物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结构，能够在极端温度下保持稳定。如果我们想要人类能够在摄氏120度到零下270度的极端温差中生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我们的蛋白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让它们产生全新的氨基酸序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00万到5000万年的时间。最后，让我们考虑最激进的想法：代谢改变。现在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都需要摄入有机物质来获取能量。我们需要吃东西，需要呼吸氧气，需要水来维持生命。但如果我们想要在太空中生存，可能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比如，有些科学家提出了直接利用宇宙射线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修改细胞，让它们能够直接吸收和利用高能粒子带来的能量，那我们就不需要传统的食物和氧气了。但这需要一种全新的代谢系统，一种完全不同于现有任何生命形式的化学过程，这可能需要数亿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即使我们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最乐观的估计，我们需要至少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的时间，才能让人类的身体真正适应太空环境。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算人类吗？如果你现在开始进化，你的第100万代后代可能在太空活过15分钟，但第100万代在你眼中已经不算人类了。他们可能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的感知方式，甚至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可能看起来更像怪物，而不是你的后代。这就是进化的残酷之处，它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结果，它只会给环境需要的答案。所以，当我们无法通过生物进化来适应太空时，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答案是有，但这个选择可能更加激进，更加颠覆，那就是放弃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意识获得一种新的形态。第5章，另一种可能，意识上传与机械飞升，小于井号0，25井号大于。当我们谈论太空殖民时，大多数人想到的还是穿着航天服的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立家园。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更加大胆、更加未来的设想。也许我们不需要带着这具肉体去太空，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意识去。这就是所谓的意识上传或机械飞升的概念。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把人类大脑中的所有信息、记忆、情感、思维方式、人格特质全部数字化，传输到一台超级计算机中，或者一个由金属和电路构成的全新身体中，会发生什么？首先，你将不再受到肉体限制，你不需要呼吸，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你的新身体可以是钛合金的骨架、电动机的肌肉、太阳能或者核能驱动的能量系统。
你可以承受极端的温度，可以承受高强度的辐射，可以在真空中自由活动。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自我修复。如果你的身体受损，你可以用纳米机器人来修复损伤，或者简单的更换损坏的部件。你的寿命不再受限于细胞的分裂次数，理论上你可以永远活下去。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事实上，这个领域已经有一些严肃的科学研究。意识上传的想法建立在一个叫做还原论的哲学立场之上。还原论认为，大脑中的所有活动意识、情感、思维，都只不过是大脑神经元之间的电信号和化学反应。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模拟这些信号和反应，理论上，我们就能够在一个非生物系统中复制意识。当然，这个想法还有大量的技术和哲学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意识能否脱离肉体存在？我们如何上传主观体验？复制出来的意识还是原来的我吗？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即使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我们能够把意识转移到机械身体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人类吗？有一艘叫做忒修斯之船的哲学问题。如果一艘船的每一块木板都被逐渐替换，直到最后没有一块最初的木板，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同样的问题适用于人类。如果我们逐渐用机械部件替换掉自己的身体，直到最后没有一丝原来的肉体，那么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如果你拥有了一个完全机械的身体，你还需要睡觉吗？你还会感到饥饿吗？你还会体验到爱情的温暖、亲情的羁绊、友情的快乐吗？这些人类最珍贵的体验，是否正是由于我们是脆弱的、有局限的、有血有肉的生物，才具有了意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出选择。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当进化太慢时，技术可能成为新的进化方式。这意味着我们不再等待自然的筛选，而是主动的、设计的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宇宙给我们的最后通牒是：要么改变自己花几亿年，要么改变定义，不再做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也许正是这种艰难，让我们成为了独特的物种。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未来收回到当下。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肉体可能永远无法穿越宇宙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探讨的话题。第6章，做自己的造物主。我们今天的旅程从仰望星空开始，经过了宇宙的残酷环境、人体的脆弱本质、进化的艰难困境、技术的无限可能，最终我们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既然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无法适应太空，既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带着这具肉体穿越宇宙，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的思考。首先，我想说的是，脆弱性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总会死亡，我们的身体会衰老，会生病，会在各种意外中受伤。这种脆弱性让我们痛苦，让我们恐惧，但也正是这种脆弱性赋予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如果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损坏，那么时间还有什么珍贵？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复制自己的意识，
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存在，那么爱还有什么特别？正是因为我们会死亡，我们才会珍惜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与所爱之人的相遇。正是因为我们脆弱，我们才会发明航天服来保护自己，发明医药来治疗疾病，发明音乐来慰藉心灵。脆弱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物种。所以，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无法适应太空而感到沮丧。正是这具看似脆弱的身体，让我们成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作为人类的喜怒哀乐。其次，我想说的是，宇宙其实已经很仁慈了，它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家。地球这里有适宜的温度，有可供呼吸的大气，有保护我们免受宇宙辐射的磁场，有丰富的水资源和食物来源。地球就像是宇宙中的一艘完美的太空飞船，在过去的数十亿年里，一直保护着我们，滋养着我们。而且，宇宙还给了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大脑。这个只有1.4公斤重的器官，能够思考宇宙的奥秘，能够想象遥远的未来，能够创造出科学和艺术，能够体验爱与美。这是宇宙中最神奇的存在，至少在目前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需要穿越整个宇宙来寻找意义，我们现在就站在意义的中心，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在此时此刻。第三，我想说的是，人类的技术进化比生物进化快1万倍。回顾人类的历史，4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洞穴中，使用简单的石器。1万年前，我们开始农业革命，驯化了植物和动物。500年前，我们发现了科学方法，开始系统地探索自然的力量。100年前，我们发明了飞机，离开了地面。60年前，我们登上了月球，触摸到了地外的世界。这种进步的速度，在生物进化的尺度上是不可想象的。生物进化需要数百万年，甚至数亿年才能完成的变化，人类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内就实现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等待自然的进化来适应太空，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创造我们自己的进化。也许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改造成能够在太空生存的形态，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太空生存的机器，我们可以建立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这种技术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生物进化。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真的能够穿越星际空间，但不是以我们现在的肉体形态，而是以我们创造的技术形态。最后，我想说的是，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征服宇宙，而在于理解宇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无法穿越那无垠的黑暗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和绝望。但我想告诉你，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理解宇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征服它、拥有它、利用它。理解宇宙也可以是单纯的欣赏它的壮美，敬畏它的浩瀚，感受我们与宇宙之间那种微妙而深刻的联系。你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几十亿年前的恒星，你 DNA 中的碳元素是在大爆炸之后的几代恒星中形成的，你呼吸的氧气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而光合作用的能量来自数十亿光年外的太阳。你看到的星光可能是几万年前
甚至几百万年前发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的后代，都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所以，当你今晚入睡前，不要问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生活在太空中，而是问，此时此刻我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也许答案就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间，就在你的心跳之间，就在你此刻的感受之间。不要问进化需要多久让我们活在太空，而要问我们需要多久进化出自己的未来。这一次，进化的主角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你我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造物主，你有权利选择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无论那是留在地球母亲的怀抱中，还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踏上星际旅程，都是你的选择，都值得尊重。晚安，做个好梦。